德國隊點球輸給巴拉圭，一句話，納格爾斯曼趕緊下課，臭棋簍子帶得太臭了。首先，作為一個主教練，你必須要識人，你要當伯樂。你如果連自己球員的性格都不知道，當什麼主教練？老 K 在罰點球之前，專門發了個朋友圈，寫了一下，寫到大牌球星老將軟腳蟹往往最容易罰丟點球。果然，咱也不知道心理學上這叫什麼。如果我是心理學的本科生，專門可以寫一篇論文啊。總之，一個隊的大牌球星隊長往往是最容易罰丟的，這其一。其二，所謂的老將巴拉圭專門換上來罰點球的那種，也是最容易罰丟的。第三，就是性格上的軟腳蟹，就像阿森納薩卡那種。而德國隊陣中就兩大軟腳蟹，一個沃爾特馬德，這替補上來看他那表情，你覺得他算是個悍將嗎？都不說那亂蓬蓬像雜草堆一樣的髮型，儘管他還留了一撮鬍子，但說不出的軟，說不出的娘。紐卡斯爾聯隊的體育總監高價買他，真是也應該下課。這肯定是砸手裡了，除非趕緊半價甩賣。另外，德國隊那個塔，你就看塔那個老實樣，別看他身材那麼雄壯，打群架你會帶上這樣的隊友嗎？所以沃爾特馬德和塔根本這性格呀就是軟腳蟹，不可能讓他去罰點球。另外，哈弗茨大牌球星絕對不要讓他上。說到這裡得表揚一下基米希和穆夏拉，他們頂住了壓力。其實從心理學上講，他倆也很容易罰丟。那麼最後也對不起40歲的老將諾伊爾，老 K 看了幾十年點球，今天這種情況真的非常罕見。隨着第4個主罰的沃爾特馬德將球罰丟，常規的5對5點球，德國隊當時已經陷入了絕境，諾伊爾必須撲出最後的2輪，而且第5個主罰的阿米里還必須將球罰進。沒想到奇蹟就這麼眼睜睜發生了。好的，朋友們，今天的比賽太精彩，淘汰赛3場太刺激，感謝大家的陪伴，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好，讓我們繼續。當時老 K 跟兒子一頓狂喜，滿以為德國隊這下子逃出升天。可是約納坦塔他出現了，他抱起了球，走向了點球點。我立刻像泄了氣的皮球，对着兒子大喊：完蛋啦，完蛋啦！你看他那個神情，你看他那個軟腳蟹的樣兒。果不其然，納格爾斯曼，你這樣的安排對得起創造了奇蹟的諾伊爾嗎？另外，之前的節目老 K 也說過，納格爾斯曼表面上好像挺花哨，各種創新，各種活兒，但關鍵的時候在那兒倒腳橫傳，倒腳橫傳，倒腳橫傳。0-1落後的時候，我就在那兒喊：你倒什麼倒？你直接起傳中啊！果不其然，54分鐘扳平的這個球，就是哈弗茨接到了傳中，一個頭球破門。可從此以後，德國球員又像着了魔一樣，繼續在那兒橫傳倒球，橫傳倒球。這所謂的很有創新精神的納格爾斯曼，你的創新在哪裡？真的，德國足協趕緊讓他下課，然後把咱們 YouTube 的網址發過去。未來不管誰當國家隊主教練，先把老 K 足球新聞過去幾百期聽一聽。若是想速成，我這裡也有一句，你就把曼聯福格森時期落後的時候怎麼打的比賽都找出來再看一遍，每天看他個幾十遍。看看關鍵的時候，紅魔曼聯是不是瘋狂的起傳中，2下就砸進去了。經常是半場0-2、0-3落後，最後打個4-3、3-2什麼的。所以最後德國百年難遇的天才一出就出了2個，納格爾斯曼跟薩內湊到一堆兒了。而且那麼多的角球，沒有什麼有威脅的。多聽聽老 K 足球新聞，角球發出來要快，像射門一樣的力量。結果他只是去安排安東干擾門將，所有的德國隊角球都是這麼安排的。於是所有的角球都成了無效的角球，就算你進了也會被吹掉。這屆世界杯裁判的尺度就是這樣，禁止擠地鐵。你手裡是拿了個王炸，又拿了個4個2，還跟對手說我要不起，完蛋，真的完蛋。明明有大中鋒，2個大中鋒不帶，含金量還在繼續上升。踢了4場球，用了4種戰術，還沒有確定主力陣型。而薩內就以他現在的能力，竟然4場球全部踢滿。兒子問我為什麼，我說理解，因為德國隊現在就沒有邊路啊。這26個人名單裡面，只有薩內可以1對1突破。過去拜仁還有個格納布里，結果世界杯前直接大腿內收肌重傷。多特蒙德的花椰菜阿德耶米德甲的速度天花板。納格爾斯曼當時剛上任主教練的時候，還說阿德耶米的速度在德國是稀缺的特質，屬於國家隊長期儲備，願意給他機會。可是本賽季阿德耶米在多特蒙德也已經輪換邊緣化，賽季後半段場均出場時間甚至不足34分鐘。還有多特蒙德的布蘭特，本賽季出場時間也是嚴重下滑。
科隆隊倒是有個突擊型的右邊鋒埃爾馬拉，但納格爾斯曼不喜歡，覺得他的風格太單一，不適合德國的整體傳控。那麼布萊頓隊呢，還有一個格魯達，可是名氣也不大，德國隊也沒有給什麼考察的機會。於是乎，堂堂一支德國隊打世界杯根本就沒有邊鋒，除了一個薩內。那麼這到底是誰的鍋，誰的問題呢？所以沒什麼好說的，踢個巴拉圭你都踢不過，非得拖到點球決戰。我還以為你胸有成竹，聽了很多期老 K 足球新聞，包包裡面全是錦囊妙計，結果排出來沃爾特馬德和塔去踢點球，還有用上了哈弗茨。當然，哈弗茨過去罰點球確實命中率極高，也是德國隊的第一點球手。但這個沒有用，在世界杯你要相信玄學。94年的羅伯特巴喬罰丟那個致命的點球之前，也是意大利國家隊當之無愧第一點球手。巴喬的點球技術也是極其精湛，命中率極高，甚至他整個職業生涯的點球命中率高達84%，只有像 C 羅這樣的頂級點球專家可以比比數據。巴喬也是90年、94年、98年3次點球大戰都有出場，他也是世界杯歷史上唯一一位在3屆世界杯點球大戰都能出場的球員。而且整個94年世界杯完全是巴喬超了神，憑一己之力將意大利隊拖入決賽。在這期間，他還多次在最關鍵的時刻，比如對尼日利亞的加時賽，通過點球為球隊建功。但是世界杯的淘汰賽點球大戰是有玄學的，你不信不行啊！越是這樣的球星，越是這樣的隊長，越是這樣的第一點球手，往往扛不住最重要的壓力。所以本身是鐵血裝甲兵團的德國隊，本身是最擅長踢點球大戰的德國人，用上了一個花里胡哨不實用的主教練納克爾斯曼，然後這個喜歡換衣服的花花公子又選了2個精神屬性不那麼強悍的沃爾特馬德和塔，還能說什麼呢？這就是命。雖然諾伊爾完成了他在德國隊的最後一次撲救，而且依然是英雄般的最後一次撲救，臨危受命，諾伊爾真的對得起德國啦。最後連續2個點球必須撲出去的時候，給了老頭太大的壓力，能夠神撲一個已是不易。可惜，真的可惜，燃盡了，身體也消耗光了，精神也消耗光了。當初你就不應該答應納格爾斯曼回德國。而這樣一來，德國隊也無緣16強。在世界杯歷史上，他們前18次參賽，17次進入8強，如今卻已經連續3次無緣16強。過去世界杯史上進入決賽和進入4強次數最多的球隊德國隊已經臉都不要了。所以這一屆的德國球迷，特別是00後的德國球迷，真的是悲哀。看了整整10幾年窩火的德國隊比賽，還聽說過英格蘭萊因克爾那著名的經典語錄：足球是一項簡單的運動，22個人追着球跑90分鐘，最後總是由德國人獲勝。可是冷知識，大家要知道，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德國隊衛冕冠軍，史無前例在小組賽被淘汰的時候，萊因克爾就已經改寫了這句名言。新的版本是：足球是一項簡單的運動，22個人追着球跑90分鐘，最後德國人不再總是贏球了。之前的版本已經成為歷史。沒想到22年和現在的26年，德國足球依然是臉都不要了。感覺真的和意大利已經難兄難弟了，很難想象他們都是同為4次的世界杯冠軍得主，卻已經淪落到如此地步。但從另一個角度，也許也是給41歲的諾伊爾一次解脫。如果這次晉了級，下一輪被法國隊灌個5個6個，那麼諾伊爾的歷史地位和整體評價也會大幅度下滑。這次嘛，沒有碰法國，也算至少保了晚節了。所以這是德國足球最黑暗的時代，沒有之一。足協迷信名氣大的教練，主教練又迷信名氣大的球員，球員們一個個都怕受傷，在場上動作都不敢做，一點點敢打敢拼的作風都沒有。你看得見嗎？沒有。這甚至比老 K 經歷過的98到05年那一段黑暗時代還要更黑暗，也是德國足球低谷最長的一個時期。足協、教練、球員真的都該大換血了，甚至整個德国青训的思路都要改一改了。對這一點，魯梅尼格已經說過無數次，德國足球非常缺乏1對1的系統化訓練，非常缺乏。組了一支26人的德國隊，只有那個土耳其裔的薩內會1對1突破，而且不管他在俱樂部踢得有多差，竟然國家隊還沒人能替得了他了。所以呀，想不到格策在2014年的絕殺奪冠，需要德國整整還了3屆12年的債。
不要怪老 K 把話說得太極端，咱們就看下一輪法國是怎麼虐巴拉圭，您再想想今天的德國。所以當年勒夫下課的時候，那些因為他愛吃自己鼻屎不喜歡他的球迷們，你們沒想到吧？以為14年的勒夫執教的德國隊是開始，沒想到已經是巔峰，甚至還一屆不如一屆，難看，真的難看。過去哈弗茨這個球員，老 K 就沒有看上過，覺得這樣的球員怎麼能跟過去的比埃爾霍夫比？怎麼可能跟克林斯曼比？怎麼可能跟穆勒比？怎麼可能跟幾十年前那個老穆勒比？可是現在的德國只能用哈弗茨當進攻的支柱。過去貝肯鮑爾、魯梅尼格、馬特烏斯、克林斯曼、克洛澤，當時的那種鐵血精神已經魂兒都不見了。最後能想起來的，也許就是巴拉克和小豬，還有拉姆。本場比賽德國人的控球率高達 75.4%， 有統計以來世界杯淘汰賽第3高，在歷史上僅次於2018年世界杯西班牙对阵俄羅斯的 79.3%， 以及22年世界杯西班牙对阵摩洛哥的 76.8%。 但這3場控球率最高的比賽，西班牙和德國最後都是點球落敗，這可不巧了嗎？所以所謂的傳控，所謂的控球率，真的是一點用都沒有，本質上就是拖慢比賽的節奏，全是無效的倒腳。偏偏德國人還至死不渝，在便秘的路上越走越遠。所以老 K 給新球迷科普一下，冷知識 Fergie Time 弗格森時刻，這是當年的曼聯比賽最後階段頻頻絕殺一種神奇的現象，但背後是弗格森精心設計的戰術體系和強大的心理威懾力。每次最後球隊落後或者需要進球的時候，球隊總是4-5-1或者5-4-1，先穩住陣腳，隨後不參與進攻的中場球員甚至中後衛都會大膽的前插，直接衝到對方禁區裡面尋找補射或者頭球。當時的邊路有吉格斯、貝克漢姆這樣的精準腳法，禁區內有高中鋒還有後插上的球員，各種混亂，各種傳中。但這些都不是亂搞的，訓練裡面弗格森就有專門對最後時刻進行的演練，明確要求在比賽尾聲階段必須增加在對方禁區內得球的次數，比如14分鐘內至少在對方禁區內得球7次，不斷的施壓，迫使對手的防線崩潰。而且除了傳中，中場球員還會前插到禁區外圍尋找遠射，同時利用角球、任意球各種戰術變化。03年在曼聯和阿森納的爭冠進入白熱化階段，當時弗格森接受採訪還脫口而出一句名言，現在已經到了倒計時階段，我管它叫磨屁股時間。什麼是磨屁股呢？意思就是在極度緊張的時候，屁股會在椅子上摩擦，發出吱吱吱吱的響聲。這是弗格森發明，形容比賽在尾聲時那令人窒息的高壓氛圍。可是你看德國隊的比賽，有這種令人窒息的高压氛圍嗎？沒有。所以你也就不可能想象納格爾斯曼像弗格森一樣吐出那句名言 Football bloody hell。所以沒什麼好說的，趕緊下課啊！給你1個月的時間，或者3個月夠不夠？如果3個月後德國主教練的位置上還是納格爾斯曼，那沒什麼好說的，老 K 繼續黑他4年。咱們就說薩內的數據統計拉開一看，嘗試過人7次，0次成功；傳中嘗試8次，0次成功；地面爭搶8次，只有1次成功；丟失球權卻有23次，預期進球數據 0.03。薩內在場上踢球是踢的《三國演義》嘛，踢的7群7縱嘛。你是將巴拉圭當孟獲，自己當成諸葛亮了嗎？不過另外一邊替補上來的穆夏拉也沒有好到哪兒去，4次傳攻成功0次，上來只踢了57分鐘，卻有14次丟失球權。但穆夏拉的技術仍然是德國隊獨一無二的，他嘗試過人10次，成功過人6次，雖為替補，卻都是全場最高。不過看這些意義也不大了。這德國球員在場上，主教練不安排，你不會自己突破嘛？不會進入禁區造點球嘛？你不會瘋狂傳中造頭球嘛？還有基米希傳中16次，只有1次成功。也許有人覺得他還挺硬，但在老 K 看來，這是踢得極差的球員。那麼多角球，那麼多定位球，那麼多傳中，全是給對方門將的。這種要是早生20-30年，你在曼聯都打不上球，知道嗎？隨便找個韓國人朴嗣費、朴智星都比你強100倍。所以最後失敗只能怪自己。巴拉圭給了機會了，諾伊爾給了神蹟了，即使是門神的神諾伊爾，也救不了現在的德國隊。
所以也是真慘呀，連續2次點球大戰。剛剛在歐冠他也是第6分鐘自己就進了球，今天在德國他也進了球。而在阿森納那一次歐冠決賽的點球大戰，門神拉亞也是曾經第3輪撲出了努諾門德斯的點球，也是神蹟。可是由於埃泽和加布里埃爾相繼失手，阿森納當時也倒在了殘酷的點球決戰。這裡多說一句，加布里埃爾這種大牌也是很容易發丟點球的。舉個例子，2000年那一次最好看的歐洲杯半決賽，荷蘭隊和意大利的點球決戰，同樣也是球隊後方核心的斯塔姆主罰的點球也是直接打飛擊中橫梁。他在球隊的地位就特別像加布里埃爾在阿森納。當然了，球迷們要問，老 K， 那你說到底安排誰罰？不好意思，作為真正專業的點球大戰顧問，老 K 還真有自己的辦法。但不同的球隊有不同的價格，您可以搜索我的邮箱，老 K 願意隨時应聘加入您的世界杯助理教練团队，謝謝。所以說真的，其實有時候你就看球員表情上去那個慫樣，像沃尔特马德和今天的塔，你就知道那點球進不了。這倒不需要多麼高深的相面，就隨便街上找個漂亮女孩，你問她那個慫樣，你會選她當男朋友嗎？所以過去歐洲足球最輝煌的2個4星球隊啊，一個連續3屆沒有來過世界杯了，一個連續3屆世界杯都是32強。總之南美無弱旅，歐洲魚腩多。幾個巴拉圭隊你90分鐘都拿不下來，你好意思說自己是名帥嗎？納格爾斯曼，真的，老 K 確實有些破防。我也不是德國球迷，但是就看今天德國隊那個表現，我當時是一手一腳一筆一畫一針一針的給我兒子講，這納格爾斯曼真是個草包。西廂記裡面寫的銀樣蠟槍頭指的就是他。所以1943年意大利宣布無條件投降，1945年德國日本戰敗投降。2026年4月1日，意大利被擊敗无缘世界杯。6月30日，日本、德國也先後被淘汰出局。這次也是德國隊在世界杯前4次點球大戰都全勝後的首次失利。但這樣的表現配得上回家。你說德國隊一屆一屆換了多少個教練了？改過嗎？換湯不換藥啊！這也是他們世界杯首次在決賽前被南美球隊淘汰。過去1986年世界杯決賽，他們曾經輸給過阿根廷，還有一次02年世界杯決賽，曾經0-2輸給過巴西。沒想到吧，巴拉圭成為了第3支在世界杯淘汰德國的南美球隊，而且是第1支在決賽前就做到這一點的球隊。納格爾斯曼創造了歷史，他詮釋了什麼才叫偽技術流，什麼才叫偽名帥。有點技術但不頂級，有點進攻但不犀利，有點對抗但沒強度，有點假把式但只能虐虐菜。所以德國足協趕緊學玉皇大帝，快去請克洛普佛祖，只有克洛普的農夫3拳可以抵得上如來佛祖的五指山。快速硬朗才是德國足球的基本盤和基因。現在的德國隊削足適履，東施效顰，邯郸學步，畫虎類犬，弄巧成拙。猴子穿大褂，裝模作樣，豬八戒戴花，自己覺得美。所以這是德國自己的人才儲備青訓出了大問題了。過去巴薩的主教練弗里克帶德國隊的時候也就那樣。你像右後衛這個位置，整個德國那麼多球隊，一個成才的都沒有，還得讓基米希去打右後衛，他又打不了，纯就是菜。巴拉圭說實話實力真的不強，這是被一個繡花枕頭主教練帶了一群軟蛋，創造了不少黑歷史。再要是不改，再要是不痛定思痛，再要是德國青訓和意大利青訓不徹底翻天覆地的話，德國足球和意大利足球還會往下滑坡。想一想，諾伊爾也真是可憐。作為德國歷史世界杯首發次數最多的球星，他又一次在點球大戰差點拯救德國。但是這一代的球員，像塔，像沃尔特马德，這樣的質量，這樣的心理承受能力，這樣的素質，確實不配延續點球大戰的光榮傳統。很遺憾，這肯定是歷史最佳門將最後一場世界杯了。許多人都早已斷定諾伊爾的回歸注定會當背鍋俠，果真如此。瓜迪奧拉自己都說過，我最討厭那些什麼 Tiki Taka 的說法了，那些都是垃圾詞彙。你必須帶着明確的意圖傳球，你的目的就是將球送入對方球門，而不是為了傳球而傳球。那些沒有目的的傳球都是垃圾。這納格爾斯曼無論是在拜仁慕尼黑還是在哪兒，無論看他比賽體現的內容還是看他的履歷，真的你完全是假裝自己懂了瓜迪奧拉，實際上一點沒懂。
那麼這樣，巴西隊也繼續穩居寶座，起碼他們仍然是唯一5奪世界杯冠軍的球隊。這一次，德國隊和巴拉圭的排名相差31位，也是1994年以來淘汰賽輸球排名差的第4高，僅比2018年西班牙輸給俄羅斯的60位，02年意大利輸給韓國的34位，還有02年西班牙輸給韓國的32位更多。賽後，巴拉圭門將也揭曉了答案。他說：“我賽前就分析了對方每名的球員，從每個方面、每個細節都做了研究，所以感謝上帝，我成功撲出了2個點球。”而德國隊呢，哈弗茨都輸了球，也不知道自己輸在哪兒。他還在說：“我想向大家道歉，我不認為我們踢得很差，但總是差了一點。”我的天，你踢的是巴拉圭，好嗎？巴拉圭，你輸給的不是巴西，就這樣你還不認為自己踢得差？太可怕了！這一代的德國足球人太可怕了。今天德國隊世界杯單場的56次傳中，自有統計以來僅次於02年的阿根廷。可是又有什麼用？02年的阿根廷那也是貝尔薩的成名之作呀，傳中58次，最後打了個1-1平局，小組賽就被出局。所以真正會傳中的是弗格森時刻。再說一遍，弗格森的曼聯。我真的都被我自己的囉嗦給氣死了。OK， 好，那麼到了荷蘭，也是點球被摩洛哥淘汰，老 K 都已經無力吐槽歐洲足球这到底怎麼了？德國隊也是，荷蘭隊也是，從比賽第1分鐘開始就拖，就想打點球大戰，這才是32進16。就算你晉了級，然後未來每一場比賽你們都想通過點球大戰贏下去，我真的不知道科曼還有像德容這樣的一眾好手，最後晚年會不會後悔？在4年一次擁有衝擊世界杯的機會，可是就這樣浪費了。歐洲足球真的是病了，我現在有些擔心後面的西班牙、法國，如果也用這種戰術思想去打，那這世界杯以後就不用踢常規時間了，直接點球大戰好了。所以輸了就輸了，淘汰就淘汰，一點都不遺憾。尤其是荷蘭隊，不知道自己過往的歷史嗎？再加上今天摩洛哥的門將布魯太會搞心態了，在你面前晃來晃去，心態完全亂掉，搞得荷蘭踢點球就像過家家一樣，是在鬧兒戲嘛。這兩邊的點球你踢丟一個，我踢丟一個，都踢飛了2個。荷蘭門將好不容易又撲了一個，結果自己不小心用腳又把球勾了進去。嚯，看球幾十年，第一次看到這種點球。荷蘭的守门員是我見過最背的，天命難違啊！這成色真就不是踢點球的料。而德國隊、荷蘭隊今天2場點球大戰，真的是詮釋了世界第一運動的壓力，也詮釋了世界第一運動的魅力。我相信這2場點球的時候，全世界的球迷都在屏住呼吸，都在看，甚至從來都沒有看過足球的都覺得點球好看。憋了120分鐘，就為了2個隊最後射那幾下。所以今天真是開了眼了，今天像摩洛哥門將這樣撲點球的方法，也幾十年難得一見，很有點1990年阿根廷門將戈耶切亞的味道。而上屆世界杯阿根廷的大馬丁內斯也是大家見過最震撼的。那麼好吧，老 K 的兒子老婆一直在身邊念，踢點球不能讓黑人球員上啊，不能讓黑人球員上，黑人球員心理素質不行啊。嘿嘿，還真是，想想德國隊最後也是黑人球員，但法國怎麼辦？他們還湊不出5個白人球員呢。另外，今天荷蘭點球一腳踢飛，偏成了那樣的廷貝爾，昆滕廷貝爾，他是阿森納的廷貝爾的雙胞胎親弟弟，現在效力於馬賽。他們倆是同卵雙胞胎，而且家中還有好幾位踢球的兄弟。2個廷貝爾都是從小在阿賈克斯的青訓一起長大的，只是很可惜，阿森納的尤里恩廷貝爾由於3月份在英超比賽腹股沟2級撕裂，5月份的歐冠決賽強行復出又加重了傷勢，所以最後退出了本屆世界杯大名單。這弟弟上來，其他的沒做什麼，一腳飛機那個叫離譜啊，純粹是被對方的門將布努將規則利用到最大化，搞心態，搞得荷蘭的黑人球員感覺都已經跪在地上了。好吧，看看主教練科曼年輕時候踢點球那都是一脚门，是老 K 最欣賞的點球踢法，你就不會強逼着自己的队員學自己的絕招嗎？總之，淘汰賽才進行到第2天，老 K 老婆的金句：黑人球員不可信。想想賽前，主教練科曼還強調了自己對點球有充分的準備，我還以為他準備了好幾個白人球員，就這。另外，有人問范戴克為什麼不上，那估計科曼是看了老 K 足球新聞的。老球迷都記得4年前荷蘭隊2-2絕平阿根廷，就是范戴克作為隊長第一個主罰，結果被阿根廷門將馬丁內斯穩穩撲出。
也包括今天摩洛哥的队長阿什拉夫·哈基米這樣的超級球星，队內的後防中堅，並且是隊長，千萬就不要安排他踢點球。但是老 K 就搞不明白了，德佩、馬倫、賴因德斯這幾個腳法也挺好的，全在替補席。科曼今天的換人就是奔着點球去的，但我也不知道他哪來的勇氣。儘管荷蘭點球歷史上就一直很爛，但這一屆也爛出了新的花樣。對了，想起來西班牙上屆也是提前練過點球，結果最後也是120分鐘0-0和摩洛哥，在點球大戰西班牙3罰全丟。薩拉維亞中柱，索萊爾和布斯克茨的點球也是被今天的門將布努撲出，所以布努是真的牛。過去的幾屆世界杯，他也算最牛門將之一。補充一下，2018年1/8決賽，西班牙也是1-1戰平俄羅斯，點球3-4不敵東道主，同樣止步16強。凡是荷蘭、西班牙這種歷史上踢點球最差的，但凡主教練赛前說啊，我們練了點球了，準備得很充分，我建議賭球的朋友直接壓另外一邊。哎，今天真是可惜了加科波呀！歷經喪子之痛上場了，還能踢得那麼好，非常的爭氣，進了個球，告慰了兒子在天之靈。這是個非常善良而且非常虔誠的基督徒。當他跪在地上哭泣，全隊都圍上來的時候，足球在那一瞬間超越了自身的魅力。加科波在國家隊大賽已經打進9個球，荷蘭队史上僅次於博格坎普。加科波和范佩西現在並列第2。4年後31歲的他，我們期待他還能再次進入國家隊。這也是大家看了幾十年的世界杯最讓人心痛的一次進球慶祝。全隊的祝賀伴隨着安慰，致給這位勇敢的父親。他在關鍵的時刻站了出來，但第一時間卻掩面痛哭。世界杯太多的球員心理壓力實在太大了，都在崩潰的臨界點。尤其利物浦的球員，賽季初隊友逝世，臨到世界杯又遭遇了喪子之痛。而且外界的流量大爆炸，輿論鋪天蓋地，所以我非常理解加科波將自己的臉深深地埋在球衣裡，不願讓任何人看見，因為屬於自己跟那個從未見過面就已經去世的兒子之間的感情，不想也不願讓任何人知道。那麼今天摩洛哥能夠勝出，最大的功臣就是曼聯的馬茲拉維，他打出了統治級的防守表現，完成了7次高空争顶的对抗，5次地面对抗全部成功，5次成功的搶斷，12次關鍵性解圍，多項數據都是今天全场最佳。這樣的28歲的中軍大將，如果回到曼聯能繼續如此的表現，那何愁漢室不能復興啊？過去曼聯只花了1500萬就得到了他，本場妥妥的 MVP 表現。最緊張的時刻，摩洛哥的後防就總有這麼一個光頭站出來。馬茲拉維和利桑德羅·馬丁內斯這2個人除了身體脆點容易受傷，其他真是一點沒毛病。而阿什拉夫·哈基米作為一個邊後衛，承包了摩洛哥幾乎所有的進攻威脅，射門3次，全場最高，還擊中門框1次。還有打滿120分鐘，關鍵時刻站出來頂進頭球的迪奧普，這位英超富勒姆隊29歲的中後衛，在補時第91分鐘鐵塔現身，高高的躍起，非常的純粹。迪奧普成為了世界杯歷史上第5位在傷停補時階段進球，成功將比賽拖入加時賽的球員。但前面4位最後都輸了，迪奧普今天帶着球隊贏了。想起02年的世界杯，塞內加爾也有一個博巴迪奧普，當年還進了法國隊一個球，後面卻因為漸凍症去世了。當時隊裡面還有個頭號球星迪烏夫，利物浦的前鋒。03年、04年在英超利物浦，還有後來租借到博爾頓，迪烏夫最喜歡的就是吐口水。想起當年和普茨茅斯的队長荷蘭中後衛德泽乌2個人的口水大戰歷歷在目啊。而迪奧普、迪烏夫2個都姓迪，當年的許多女球迷還問老 K， 他們倆是兄弟嗎？所以世界杯真的像封神榜，在這裡叱咤過風雲的人物，老 K 都會記得。再通過老 K 足球新聞這個節目，我們又想起了帕帕博巴迪奧普的名字。4年前卡塔爾世界杯，當時塞內加爾出現以後，全隊舉着去世的迪奧普的巨型海報致敬。時間過得真快，這都已經26年了。那麼至此，本屆世界杯的4場淘汰賽，3場在補時出現了進球，所以身體不好的朋友們一定要常備速效救心丸。今年由於擴了軍，淘汰赛的数量大大多於以往。這剛剛打了2天，荷蘭、德國就已經出局了，後面還要見證多少120分鐘之後的點球大戰，想想都刺激。好，今天摩洛哥隊最大的功臣門將布魯，這裡有個冷知識，2年前的沙特國王杯決賽，當時正是布努連續撲出了 C 羅的2名利雅得勝利隊的隊友的點球，幫助新月隊奪冠。當時把咱們 C 羅撲的是抱頭痛哭啊！
今天看他那個表情就知道他馬上要進入狀態。所以點球這個東西首先就是看眼神，看誰的眼神堅毅，那這是演不出來裝不出來的。那麼荷蘭的門將，大家最喜歡的小土豆費布魯亨，大土豆馬克弗萊肯。由於今年科曼扶正年輕人，所以小土豆坐穩了1號門將，大土豆淪為2號替補。運氣實在是太差了，撲到了點球，但是沒有護住，脫手了，最後被自己的腳給勾進去。23歲的布萊頓門將費布魯亨，今天這一幕也許20年後，甚至50年後都會被做成撲救搞笑集錦，但真的是已經盡力了。土豆很拼命，就是鬥腳太欠，幫了人家進一個。但今天要不是他，特別是加時賽那個撲單刀，沒有土豆的荷蘭隊早就結束了。之前老 K 也看過一點布萊頓的比賽，知道土豆不擅長撲點球，但這種運氣賊差，最後球又滾進門裡，也真是摔到沒邊了。好吧，至此2屆世界杯，摩洛哥先後淘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只輸給過法國。賽後，摩洛哥球員們集體伏地叩拜，這也是該國文化的一部分。接下來，他們將在16強賽中對陣加拿大隊。好的，今天巴西2-1戰勝日本這場比賽尤其的精彩。最讓大家印象深刻的是，當馬丁內利打進絕殺球，安切洛蒂卻在場邊如此的淡定。爺爺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這種小場面灑灑水啦。當年帶着 AC 米蘭3-0領先利物浦，最後被翻盤。利物浦那邊叫伊斯坦布爾奇蹟，但 AC 米蘭咱們這邊是叫君士坦丁堡慘案。所以咱們安胖子一切盡在掌握之中。老 K 相信，即使不絕殺，後面加時賽安切洛蒂起碼還有3個變招，5種方案。這過去 AC 米蘭的隊長踢了快20年球，當了快30年的教練，什麼沒見過？過去皇馬一個賽季快有10場的絕殺，那真不是蓋的，習慣了。而日本足球今天之所以在領先的情況下仍然輸，以老 K 跟兒子的溝通，最重要的不夠自信，技術也不夠好。毫無疑問，森保一的球隊確實做到了像武田信玄那樣的風林火山，層層的布防，深度的退守，期許如林，不動如山。當快速反擊打出來的時候，搶抓機會，氣急如風，侵略如火。但是即使1-0領先的時候，所有人都看出來巴西隊高出日本不止一個檔次。這其實也許不是球員技術能力上的，但也許是。從比賽內容看，巴西隊佔據了巨大的優勢。日本門將鈴木彩艷一戰完成了8次撲救，即使如此，仍然丟了2個球。我想說，如果從弱隊的角度看，日本隊已經做的是很奇蹟，值得讚揚。但如果真的是以他們自己說的想以世界杯奪冠為目標，那還差得很遠，太遠。甚至森保一的整個防守反擊的策略就完全錯了。守是絕對守不住，不可能守得住的。即使你守住了这一場，後面的比賽一場一場的能守住阿根廷，能守住法國，能守住西班牙。當我們在場上看到維尼修斯拿球予取予求，你就知道日本球員的技術還差得很遠，或者說根本就不敢運用自己的技術能力。賽前21歲的日本球員岩貝健人，他說對巴西的印象是內馬爾，以前巴西很強，現在如何呢？現在我只對法國印象很深，阿根廷也很強，巴西最近我都沒怎麼聽說。擊敗巴西，我們就能繼續勢如破竹。這樣的發言簡直像笑話。其實狂一點沒什麼，但你在比賽中體現的內容，這支日本隊完全不可能戰勝巴西。即使你上半場偷了1個球，競技體育足球最好的一點，它真的需要成績說話，而比成績更重要的就是比賽的內容。就像法國隊，所以賽後岩貝健人的社交媒體也被巴西球迷紛紛湧入留言，留言都超過了86萬。這純粹給自己找抽啊！所以就像日本球員伊藤洋輝賽後說的，我每場都當成最後一戰來踢，但結果很遺憾。鈴木彩艷做出了許多次撲救，但這場比賽本來打成4個丟球或者5個丟球也不奇怪。我們必須更多的把球推進到禁區附近，這就是今天我們和巴西隊的差距。看了這段我很贊同，老 K 很喜歡日本隊，就像本賽季很喜歡阿森納。但今天的比賽讓我失望了，不僅是最後的結果，而且1-0、1-1之後的比賽內容實在乏善可陳。被巴西隊的前鋒群們打成那樣，那丟球是遲早的事兒。而且不僅是戰術方面森保一的保守，日本球員在技術能力上的運用也完全達不到巴西球員那樣的隨心所欲。1對1的時候侵略性不足，不敢做動作。如果以世界一流強隊的標準去要求，那完全不夠格。但是老 K 用世界一流的標準去要求日本隊，這本身就已經是最大的尊重。而賽後有個日本球迷輸球後崩潰，被巴西球迷套上了巴西的球衣之後，還不斷的下跪磕頭。
這簡直是瘋了，太抽象了，像發羊癫瘋一樣。這樣的行為確實給自己的球迷團體和國家隊丟臉呀！真的有嗎？黑素，大概啊！黑素。另外，看到今天比赛中日本队球员许多无謂的傳接球失誤，導致整個比賽的內容完全一邊倒。最後控球率是69-31，角球6-2，射門19-5，射正7-2，任意球13-4，預期進球2.06比0.33，傳球數682比313，絕佳機會5-0，禁區內的射門12-2，禁區外的射門7-3，傳中次數39-11，解圍次數19-45。尤其是福安健洋整場比賽堪稱災難性的表現，最後看球不看人，身邊的馬丁內利完全不盯，漏防之後導致被絕殺。可在此之前，福安健洋已經各種低級失誤。我知道他在阿森納重傷之後，身體幾乎已經廢了，一直沒有恢復。但作為一支志在奪冠的日本隊，這樣的球員也打主力，從來不換下去，那麼你就知道藍武士的那句口號到現在也僅僅是句口號而已。對比今天淘汰了荷蘭隊的摩洛哥，淘汰了德國隊的巴拉圭，作為一個真正的日本球迷，一個真正的亞洲球迷，我用今天的例子給兒子好好上了一課。要想真正去衝擊世界杯的夢想，那就千萬不要沾沾自喜，要想一想維尼修斯、卡塞米羅，想一想佩德里、羅德里、維迪尼亞，他們為什麼能做出那麼多炫酷的技術動作，而日本球員、亞洲球員，你為什麼還不能？所以日本隊不是輸在了今天的比賽，而是在過去4年、10年、40年，他們的球員的技術能力還遠遠沒有達到巴西球員那樣的標準。如果達不到，那麼森保一作為國家隊主教練召集了日本球員之後，就不敢踢出真正像大巴黎那樣的比賽內容，只是摆大巴靠運氣投一個就死守，那也許你只有2%的成功概率，也就是1/50。可世界杯4年才一屆，你要輪到200年才能在世界杯戰勝一次巴西隊這樣的強隊，可要奪取世界杯又需要幾百年呢？說這些我是真心希望自己的兒子努力爭爭氣，有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每天自我的訓練，還有每次在訓練中對自己最高的要求，就像梅西那樣的要求。過去巴塞羅那的主教練科曼曾經問過梅西，你一輩子每天都在搶圈這個遊戲，隊友傳上20腳讓你受懲罰，你遭遇過幾次呢？梅西說，一生我只失敗過1次。這就是比優秀更優秀視為卓越，在每一次訓練中都做到比優秀更優秀，這是你能做的。否則等到4年之後、8年之後、12年之後的世界杯上，你想戰勝世界第一的像維尼修斯那樣的強敵，那只是痴人說夢。好的，感謝大家的陪伴，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